是要有2-3碗米饭搭配才对得起这么一盘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锤。这个年呢很快就过完了，那过年的时候大家都干嘛了呢？是出去旅行，还是说回家探亲，还是宅在家里边啊刷手机睡觉啊？美其名曰是给自己充电，还是说一堆朋友围在一起打掼蛋啊？反正呢，我呢是一个比较喜欢旅行的人。那么这2年呢，其实我也没出国，一直都在国内转悠。春节呢，我去了浙江，第一站呢，到了宁波，离开北方的这种干冷哈，感受一下南方的温润。那宁波呢，还真是有很多好玩的地方，给大家上一些照片哈。比如这就是天一阁，还有东钱湖的景色。这个城市呢，既有那种古香古色的感觉，又有现代都市的这种感觉。宁波的外滩啊，也是非常非常漂亮的。对我来说呢，其实吃就是旅行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，到处逛吃啊，寻找美食啊，来学习一下当地人的这种做菜方式。浙江呢是鱼米之乡啊，所以当地人的饭桌上是离不开鱼的。那今天呢，我就给大家来做一道家常烧杂鱼，是用宁波最传统、最家常的烧法。家常烧杂鱼啊，大概我们在市场上买一些个头不是很大的啊海鱼，挑上几样就行了。今天呢，我给大家准备的几种呢，一个是小黄花鱼，这个师傅提前都给我收拾干净了，但是呢，萝卜块呢不洗泥，你看它这个鱼鳍没给搞掉。另外很重要的一点，这里边看到黑色的膜了吗？还有鱼的这个脊柱尖上这个血看到了吧？就这个东西啊，这叫贴骨血，这些都是非常浓的腥味物质，一定要把它去掉啊！去掉有什么好办法呢？没什么好办法，就是慢慢抠哧。你把它抠哧掉了之后，这个鱼的腥味就会减少很多。用水把它冲一下，这些膜都要尽量给它洗掉，这个血给它去掉啊。鱼虽然小啊，但是处理起来一点都不能含糊。到这个程度啊，就差不多了。这个多余的鱼鳍啊，给它剪掉。我们在鱼市上啊，这个师傅一般就给你开膛破肚了，但是有时候他鱼鳞给你刮不干净，或者鱼鳍呢给你不去掉，你回来以后呢还得做一下这个2次加工。另外黄花鱼呢还有一个腥味比较集中的地方，就是它这脑门上面这块皮，我们呢要把它去掉。这个怎么弄呢？嘎嘣一刀，脑门盖切掉也行。好，这个鱼大家看啊，红娘子鱼，这个鱼呢是生活在海底的啊，所以你们看一般生活环境比较低调的鱼呢，它长相都不太好啊。虽然叫红娘子鱼，但是没有娘子的颜值。这个鱼肉质非常鲜美，在海边啊，这个鱼呢会把它的头去掉，然后把它的皮呢整个剥掉，就露出里边整块的鱼肉了。那我们今天在家吃呢，稍微简单一点，直接来一刀把它的头去掉，这个行了，这肉质非常好啊。这个鱼呢，因为它比较厚哈，我们稍微给它改2道花刀啊。这是沙丁鱼啊，沙丁鱼在海里边产量非常大，它呢肉质很好吃，但是有个缺点就是小刺儿比较多。不过一般大人吃呢，其实那刺儿不吐也没关系啊。小塔目鱼啊，这个收拾的还可以，我们就给它表面呢来2道花刀就行了。这是一条小银鲳啊，我直接给它斩首了。这个银鲳鱼表面有很细的那种鳞，小粉末一样，一定要用刀把它刮一刮。这条鱼啊，在宁波当地是经常吃到的，这是叫做豆腐鱼。你看它这个肉质非常的软啊，就真的比豆腐还要嫩。那这种鱼呢，我们也是把它鱼鳍啊稍微加工一下，给它改一下段儿，这肉质非常嫩啊，一下刀就断了。这个鱼啊，我要拿一个容器单装。它的肉质太嫩了，要后下锅。好了，现在所有鱼都处理完了，我们把它放回案板，然后用这个厨房用纸把它的水啊吸一吸啊，底下垫上，上边呢再按一按，吸一吸就好了，这样就差不多了啊。炝锅料说一下啊，蒜拍一下就行了，几瓣，姜去皮切成块，这是小葱啊，这是小圆葱头啊，我们来几颗改成块就行了，然后来2-3个呢干辣椒段啊，就这些。好，锅热了啊，下油，咱们用菜籽油啊，这是当地最常用的油。这个油锅差不多5成热的时候，我们把一些五花肉下进去啊，去皮啊，改刀改小点就行了。有一些五花肉，用它来煸锅，煸出些油脂来。现在五花肉已经变得有些焦黄了啊，那我们这个时候再加一些猪油进去。为什么后加猪油呢？因为猪油温度高了之后，它会冒烟儿啊。第一步呢，先下小葱、小圆葱，还有姜。我们的火可以改大一点了啊。
等到葱姜都有一些焦的时候，我们现在就可以把鱼下进去了。除了豆腐鱼以外的鱼，现在都可以下了。咱们先下大的啊，这是塔目鱼、红娘子，然后小黄鱼，还有银鲳，这个是沙丁鱼。这个时候我们把蒜和干辣椒放进去，烹一些料酒，加一些热水，一定是热水啊。下面呢开始调味了，蒸鱼豉油。你们会发现啊，我做水产的时候呢，非常喜欢用蒸鱼豉油代替生抽。如果家里没有蒸鱼豉油的话，你就用生抽就可以。来一点老抽调色，蚝油、胡椒粉，白糖呢要多一些。宁波那边的口味啊偏甜，我们要加上20到25克。最后有一样很重要的东西，镇江香醋。这个时候我们再补点水哈，基本上让这个汤呢能够大概没过鱼身就可以了。因为这些鱼呢都比较娇气，所以大家尽量不要用勺子去翻啊，晃晃这个锅就可以了。现在呢，我们把盖儿盖上。炖鱼的过程过半了，我们这个时候呢再补一点盐进去，不要多啊，大概有个8克就可以了。为什么炝锅料还分2批放进去？第一批呢是姜和葱，第二批是蒜和辣椒。是因为蒜和辣椒呢，它的味道比较浓，如果一开始你就放进去炝的话，那么它们的味道可能就会抢这个鱼的鲜味了，所以我们把它放在后面。啊，这个时候老铁们还记得刚才那个豆腐鱼吗？我让你们单放。我们这个鱼呢马上快好了，差几分钟的时候，你再把豆腐鱼放进去，因为它的肉太细软了，如果你全程炖的话就烂了啊。慢慢的放进去，最好是放到一边啊，炖它几分钟就可以。鱼炖到这个地步，老铁们，我们就可以准备出锅了。汤呢滤掉杂质之后，我们把它的汁儿收一收。家常烧啊，真没这么复杂哈。我主要是想搞得讲究一点儿。咱们要是家里边自己吃呢，完全可以不过滤这个汤啊，都倒一块儿都行。因为这个汤里面呢，比如说它的蒜还有五花肉呢，其实都能吃。有些人还专门喜欢吃这东西。最后再淋上一点香醋啊。好了，这个汁儿就差不多了啊。家常烧杂鱼啊，宁波做法，看我捧着一大盘儿，哎，没办法，机位在这儿，我就只能在这儿给大家试吃了哈。这个颜色啊，比较红亮，汤呢没有收的特别的多哈，还是比较宽汤的。为什么？是一道下饭菜。可是咱们今天呢，我这忘做米饭了，我就干给大家尝一尝。鱼肉太嫩了，有的有点夹不起来了，你看一夹就散。我还是先吃一块豆腐鱼吧，这是我最喜欢的。你们看这个肉了吗？真的像豆腐一样。蘸点汤啊。入口即化，这比吃豆腐还吃豆腐，家人们太爽了，这个感觉。当地人啊就特别喜欢这种鱼。什么叫家常烧杂鱼呢？其实这就是一道家常菜。为什么呢？当地的渔民或者是老百姓打上了什么鱼呢？当天咱们就烧一盘什么鱼，或者是在市场上碰到什么鱼比较新鲜，哎，这个来2条，那个来2条，口味也丰富，也都是家常的这种做法，价格呢也非常的亲民实惠。这个味道呢是浓浓的这种咸香，带着甜味儿，还有一点最后的那种淡淡的醋的那个香味儿，能把这个鱼的鲜味提起来。你别看我里面放了这个辣椒啊，说江浙人不太吃辣椒，这个辣椒的作用，我没有让它过多的过油，所以它的辣味呢并没有释放出来。其实要的是它的一个清香的味道，可以很好的给鱼呢去腥。你们看这个汤了吗？还是有一点浓稠的哈。诀窍就在于做水产做鱼类一定要用猪油以及五花肉，最好是2样都碰上。那这样的话，脂肪和它猪肉里面的胶质就会让汤变得很浓郁，这样才好吃。特别是拿这个汤拌米饭的时候，没治了，知道吗？真的是要有2、3碗米饭搭配才对得起这么一盘啊。好了，咱们这集就到这儿吧，家人们。家常烧杂鱼啊，简单好做。以后呢，到市场上看到什么鱼，随便买点回来，就可以按照做这个做法试一试，体会一下江南人吃鱼的感觉。那咱们这集就到这儿了，拜拜。吃好每顿饭，过好每一天。